想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到底有多难？如果你以为现在的奥斯卡是分蛋糕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当年的《诸神竞技场》。首先来到2000年第72届奥斯卡，这一年简直像是在看世界杯死亡之组、黑客帝国、第六感、绿里奇迹，就这三个随便放哪一年都是稳拿大奖的王牌，但在美国丽人面前，他们都只能乖乖陪跑。这部把全美体面人的遮羞布扯下来当抹布使的黑色幽默神作，用5尊重量级小金人向世界证明，视觉特效固然震撼，但直击人性的刀子往往扎得更深。到了2002年第74届影史最伟大的奇幻史诗《指环王：护戒使者》横空出世，凭借宏大的世界观，几乎要提前锁定了胜局。旁边还有我是山姆·西恩潘用神级演技诠释了智利残疾父亲最无私的爱。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双重夹击，美丽心灵直接杀死了比赛，不仅在全球斩获3.17亿美元票房，更在奥斯卡8题4中一举包揽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等4项含金量极高的大奖。天才数学家纳什与精神分裂症纠缠一生的抗争，把天才的痛苦与爱的伟大写进了人类的骨髓。2003年第75届，波兰斯基掏出了震撼心灵的二战反思神作《钢琴家》。指环王双塔奇兵也带着圣盔谷之战又一次席卷了全球影院，强如指环王在这一年依旧陪跑。谁也没想到那一年的赢家居然是一部歌舞片《芝加哥》。这场欲望横流、纸醉金迷的歌舞盛宴，直接终结了歌舞片在好莱坞长达几十年的沉寂。论视听狂欢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天爷赏饭吃。2006年第78届奥斯卡上演了影史最不可思议的黑天鹅剧本，群戏天花板撞车逆袭登顶，以一种极具侵略性的姿态在终点线前强行截胡了那段旷野绝恋，因为全场都在期待李安的断背山问鼎巅峰。这部把同性之爱与克制拍成诗的神作，虽在全球斩获无数大奖，却在临门一脚时惜败，哪怕过了20年，影迷们提到这届依然意难平。到了2008年第80届，即便血色将至的人性够黑，赎罪的谎言再美，也只能目送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捧走小金人。整部电影没有任何 BGM 渲染，只有冷得发毛的死寂。哈维尔·巴登饰演的杀手，不图财不图命，杀人全看丢硬币，以至于后来一群精神病学家在翻遍了400部犯罪片后，得出了一项毛骨悚然的结论：安东·齐格是影史上最真实且完美的反社会人格，没有之一。2009年第81届返老还童，用逆行的时间书写了一首致敬生命的绝美情书，朗读者更是把历史的罪恶与人心的沉重挖得一干二净。甚至还有希斯莱杰用灵魂演绎的蝙蝠侠、黑暗骑士，让小丑一战封神。但是最后谁也没能挡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，一路开挂逆袭，狂揽8项大奖，用最硬核的方式强行撞开了通往印度底层地狱的大门，在那个属于电影的夜晚留下了无法复制的孟买奇迹。2011年第83届奥斯卡国王的演讲，靠着一股老派绅士的底蕴拿下了最佳影片。可如果看大众影响力，他身后的2位败将简直是2个无法逾越的高山。一部是诺兰的科幻神作《盗梦空间》，让全球观众在陀螺的旋转中怀疑现实；另一部是娜塔莉·波特曼的《黑天鹅》，用自我毁灭的献祭触碰了艺术的竞技巅峰。虽然国王赢了奖杯，但这2位在影迷心中早已封神。2015年第87届是视听语言与电影美学的顶级内卷，爆裂鼓手、布达佩斯大饭店、模仿游戏，各路绝活歌齐聚，而最终杀出重围的是那个颠得最不顾死活的鸟人。荒诞的一镜到底，演进了过气演员作茧自缚的挣扎。当他推开窗户纵身一跃，究竟是坠落还是飞翔？这种对艺术的癫狂探索，直接一举定乾坤，提前锁定了胜局。2016年第88届，这是近10年神作频出、竞争最激烈的一届。小李子在《荒野猎人》里终于终结了自己多年的奥斯卡陪跑梗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最佳男主。而疯狂的 Max 4则用真车实炸和狂野的废土美学，在荒漠里开了一场120分钟的重金属摇滚乐。剩下的选手也全是狠角色，大空头的金融风暴，房间里的幽闭救赎，火星救援的绝地求生，每一个单拿出来都是年度神作。但在如此狂暴的攻势下，赢家却是表现得最为内敛的聚焦。一群默默无闻的记者顶着无形的重压，揭开了波士顿249名神父的累累罪行，更让全球超过6000名受害者等到了这场迟到半个世纪的真相。最后时间来到2020年第92届，奉俊昊带着《寄生虫》一口气斩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原创剧本、最佳国际影片4项大奖。作为影史上首部问鼎最佳影片的外语片，它对传统好莱坞的冲击是颠覆性的。看看当年的对手，你就能体会这尊小金人的含金量有多恐怖。无论是个性疯魔的小丑、技术巅峰的1917，还是硬核热血的极速车王，全都是六边形战士在硬碰硬。那种寄生于和声量的宿命感，才是这个奖项最迷人的地方。这10届最强奥斯卡之夜，哪一部才是你心中无法超越的无冕之王？在评论区留下他的名字。我是酷猫，点个关注，带你做个清醒的看戏人。